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密集投资频道。今天是2026年的3月4日，星期三，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吧。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大盘的一个情况。过去这几天真的是今年最剧烈的一段时间。我们可以知道，美伊战争有一个爆发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。昨天韩国股市触发熔断，单日暴跌历史记录。而且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昨天美股也有一个大跌，但是今天有一个大涨。所以说呢，你现在肯定很困惑，到底市场在搞什么？那么今天我想跟你彻底的说清楚4件事。第一，为什么韩国股市会这么惨，和美股有什么关联？第二，就是在昨天很多朋友看到夜盘大跌，为什么今天会有大涨？我们把背后的这个逻辑给大家捋清楚。第三，就是宏观新闻、地缘政治风险到底还有没有，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更新。第四，我们就是从技术层面来进行一个分析，就是说现在到底是不是底，3月还能不能看新高。那么在我前几天的视频里面呢，我都跟大家有讲到，比如说在周一我就跟大家说，SOXL 虽然我们中途是有抄底，但是如果说收盘不能看到更多，看到63.5以上，那么我们是比较看跌的。为什么？虽然说这根阳线非常的不错，是一根实体比较长的阳线，但是它是在很底部往上走的，并且呢没有冲过前一根 K 线的一个高点，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看跌的。果然在昨天给了我们机会，然后呢盘中我们又去找了机会进行入场，入场完了之后马上开始涨。但是呢，半个小时之后，我跟大家讲说，先不要止盈，因为我可以看到56。所以说你50、51买的，然后呢拿到56，你可以想想这个盈利到底有多少。我不知道这2个通知能不能得到大家的一些点赞，好吗？那么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会员群朋友盈利的一个情况。这位老会员朋友就这么3天的时间，小1万块钱落袋，然后10万，说错了，10万哈。说错了，10万，比较兴奋今天。然后再看一下其他会员朋友的盈利的情况。所以我就跟你说啊，在我们会员群，你只要跟好我们的点位了，你赚钱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，好吗？而且呢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预测这么的精准，那么针对我们的噪音就会更多。说对了有人酸，说错了有人嘲，正反呢都是靶子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我的每一个判断都已经让足够多的人认真对待了。喷子存在的唯一的意义就是被我忽略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一只雄鹰在天空中翱翔，它会在意地上的麻雀怎么叫吗？绝对不会。欲戴皇冠必承其重，我的精准是喷子们的痛苦，但是同样也是我们会员的财富。我跟大家讲一下，你们在炒股的路上会遇到无数的噪音，这些噪音叫什么？叫战争恐慌，叫通胀数据，叫美联储会议，叫病毒变异。这些噪音他们就像喷子一样，唯一的目的就是干扰你的判断，击穿你的心态，骗走你的筹码。所以你看我的视频，我告诉大家好好的去过滤一下这些噪音，你才能够勇敢的在这个血腥的市场里面活下去，你才敢在暴跌的时候伸手，在暴涨的时候拿得住。同样，我做这个频道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帮你建立这套认知体系。不管这个市场怎么走，我们都有框架，都有判断，都有行动的指南，不随波逐流，不被情绪绑架。炒股的这条路很长很孤独，我希望密集投资频道能够与你同行。如果你认可，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点赞我们的频道。如果有必要，你想拿到这些精准的点位，还有就是买入卖出的这些信号的话，那么欢迎你一定要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。我现在不说单月会员，但是呢，如果你要加入单月会员的话，只有在博士班能够加入，但是博士班没有群。如果你想加入群的话呢，还是建议来到我们的这个 Discord 的会员群，好吧？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正题，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韩国到底怎么回事。那么韩国股市上是历史上最恼火的、最惨烈的2年跌。你可以看到，在3月3日的时候跌了多少？7.2%，然后呢，在昨天跌了12%，是熔断了，而且这个熔断是576天以来的第一次熔断，打破了01年9月11日单日跌幅历史记录。然后呢，这2天是合计跌去了超过20%，蒸发了5100亿的市值。很多朋友就想知道为什么韩国会跌得最惨，这个绝对不是运气不好，而是有4个结构性的弱点同时的被引爆。首先第一个，大家都知道韩国的能源是极度的依赖进口的，因为韩国进口约97%的能源，其中每天大约有270万桶原油，
基本上全部来自于中东，而中东这部分来自于哪里呢？来自霍尔木兹海峡。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对韩国来说，这个不是叫做地缘政治的风险，而叫做什么？经济生命线已经被切断了，油价上涨，韩国的炼油厂、化工厂、半导体晶圆厂的能源成本在1周内暴涨超过20%。还有一点，韩国的半导体集中度太高了，三星电子、海力士两家公司加起来占据了指数接近50%的权重，这两家公司掌控着全球67%的 DRAM 的这个产量，已经接近80%的高宽带内存收入。整个英伟达 Blackwell 芯片的 AI 设计计算，每一颗都依赖于这两家工厂生产的 HBM。一旦这两家暴跌，整个韩国的股市综合指数就没有支撑了。我们可以看到三星这边跌12%，海力士跌10%，所以说这个指数必然是有一个垂直的坠落。还有就是什么？韩国股市估值泡沫非常的大，因为他们从2026年开年以来是一路的暴涨，到2月底已经上涨了约75%，三星涨了44%，海力士涨了28%。那么这种级别的涨幅之下，任何一个宏观冲击都是卖出的借口。外资在2月底最后一个净交易日净卖出7万亿韩元，3月3日已经卖出了5.4万亿韩元，外资走，散户也会跟着杀跌，再加上杠杆爆仓，就成了雪崩。韩国的这些民众是特别喜欢赌博的，所以说呢，他们在股市里面也是被杀得很疯的。还有一个弱点，第4个弱点就是 AI 供应链的危机的叠加，这个是最深层的信号，也是美股投资者必须要看到的。韩国的崩盘里面藏着让人不安的信号，就是全球 AI 硬件供应链有一个致命的集中点，就是什么？韩国的半导体工厂，这些工厂的能源供应被打乱，英伟达的 Blackwell 芯片生产会面临着瓶颈。这个并不是中东战争的局部影响，而是整个 AI 超级周期的供应链的风险。那么对美股有没有影响？韩国跌这边它并不会直接造成美股跌，但是它可能会变成美股的先行信号，因为三星、海力士他们是英伟达的上游供应商，韩国崩意味着整个市场对 AI 产业链的信心在动摇。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英伟达 GTC 大会是在3月16日的时候发布，这个时候他会讨论应用链的风险会不会被放大讨论，接下来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点。然后呢，再来跟大家讲一下让大家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，这个呢也是我遭到很多质疑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昨天美股有个大跌，很多人都非常的看空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 QQQ 昨天最低点已经是把一个金底给跌破，然后呢 SPY 最低也是触及到了669这个地方，今天全部给你涨回来。反弹有3个驱动力，第一就是油价的一个回落，那么第二就是经济数据意外的偏强，因为今天发布了 ADP 私人部门就业数据，显示2月新增就业是达到 6.3 万，高于预期的 4.8 万，这就意味着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因为战争立刻有一个崩塌，所以说市场的衰退恐慌被得到了一部分的安抚。还有就是我昨天跟大家讲的 RSI 这边，它是有一个超卖技术性的反弹，因为昨天像 QQQ 这边已经是跌到了42，而且呢在5分钟级别它已经是到了一个极度的超卖的环节，那么 SPY 这边也是到了一个极度超卖的环节。那么这种超卖我请大家一定要做好笔记，这种超卖在技术上必然会引发自动的买盘，就是什么呢？做空过度空头回补，所以说产生了今天的涨幅。但是今天产生了一个新的风险变量，那么就是川普的新炸弹，我马上在下一部分给大家好好的去讲一下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封锁已经超过了连续3天，3月3日和3月4日连续第2、第3天都没有油轮能够正常的通过，现在已经有150艘油轮停锚在这个海峡外等待。那么3艘油轮已经遭到了实际的攻击，马士基、达菲轮船全部的暂停通行，而且保险公司已经宣布3月5日起要撤销霍尔木兹战争的风险保险，这就意味着哪怕有一些船主他想冒险进去，那么也找不到承保方。再来就是卡塔尔 LNG 工厂已经进行停产，欧洲30%的 LNG 供应是来自于卡塔尔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，这个就不是整个亚洲的问题了，就是整个欧洲的能源危机了。那么川普这边有一个新变量是什么？就是关税。
今天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，川普本周将会实施15%的全球的关税。注意，这个是在战争和油价冲击下已经发酵的背景下，再叠加一个关税的炸弹，这个是必须要让大家引发注意的。那么这两个冲击同时存在，意味着什么？通胀一定要小心通胀，通胀从两个方面同时被推高，第一个就是油价，第二个就是关税。油价是什么？是能源的通胀。关税是什么？商品的通胀。美联储在这种情况下，2026年降息的可能性基本上是归零了。那么就在1周前，人们还担心 DeepSeek 和 AI 能不能颠覆经济，这个话题让道指当时单日暴跌800点，但是相对比之下，中东的这个战争带来的实际的冲击要比 AI 叙事要更加的真实，因为能源的成本、供应链的中断、通胀压力，它都是硬数据，并不是叙事。所以说现在我们还面临着3个风险，就是什么？霍尔木兹海峡如果封锁持续超过2周，全球的能源库存会出现实质性的短缺，亚洲工厂会率先停产，全球的供应链一定会出现裂痕。第二就是关税。通胀双杀会激活美联储不降息的一个逻辑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是有一个上涨的，所以说科技股的估值它会有一个进一步压缩。第三，大家一定要去关注英伟达 GTC， 也就是在3月16日到19日它的这个发布会。那么如果届时发现了韩国这边供应出现了短缺的信号，那么 AI 的叙事可能会从无限的乐观切换到供应链的焦虑，这个对于科技股来讲是非常大的压力。好了，我们讲完了这些背景的知识，那么大家都应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了。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技术分析，我们来跟大家想一下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底部在不断的进行测试，3月份能不能进行新高？我们首先来讲一下 QQQ 这边这个底部测试做的是非常的强硬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天在600这个关口这边是反复的进行测试，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，这个底部已经是做了很多次的一个测试了。那么从技术面来进行解读，乐观的人会有乐观的一个读法，怎么读呢？就是说同一个价位反复测试而没有跌破，说明这里有真实的买盘支撑，这个地方也是多重底的结构的开始。那么在日线级别，我们跟大家有分析过，就是600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长期的技术支撑。但是如果说你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来看跌的话，就是价格它在同一个位置被反复的测试，每一次反弹它都会遇到均线的压力，而无法有一个有效的突破。那么这种阶梯式的测试并不是多重底，而是下跌中继形态，在更大的下行趋势中做一个短暂的修整，然后呢继续向下突破。那么到底这2种判别哪个是正确的？我们需要确定一个信号，就是说 QQQ 这边它的这个20均线能不能有效的收复并且站稳。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已经是超过了，已经是反弹到了612了，这是今天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，因为这个位置代表着多重底的信号有一个增强。但是如果接下来还会有600的这个机会的话，一定要看它是否能够站稳。我也跟大家讲过非常多次，日线级别跌破1天不作数，连续看3天好吗？连续看3天，而且日线级别看收盘，不要觉得在盘中稍微的跌一下你就觉得完蛋了，不要去这么看，好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SPY 这边 ，SPY 这边也是非常的重要，就是680，到底是金底、铁底还是金刚底，我不用多讲了，这个地方是有反复的一个测试的。那么今天它已经反弹到了686这个地方，那么这个是之前的一个均线压力，现在呢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。那么至于能不能看新高，我觉得我现在也不能把这个话说的比较的满哈，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偏乐观的，因为阶段性的底部可能正在形成，但是有3个前提的条件必须要满足，就是说第一，霍尔木兹海峡它要在2周内一定要重新开放，油价一定要有一个回落。第二，川普的这个15%的关税被推迟或者是大幅的缩减，这样的话呢，通胀的预期才能够降温。第三，就是英伟达这边的 GTC 大会一定要给出供应链的安全和 AI 需求持续强劲的明确的信号。如果说满足不了，新高比较难实现；如果满足了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现在的一个
这个状态叫做阶段性的底部，而且呢，你可以看到在昨天它是有放量的，而且超卖指标也正在修复。如果说能够持续的站稳站好，站到更高，那么下周开局做多的胜率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段时间一直跟大家讲说一定要去做多，而且呢，我们会员群的朋友赶在底部去购买，所以说现在他们的这个盈利非常的丰厚。如果大家也想要这样的盈利的话，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，好吧？我相信股市是会给很多人机会的，股市也是逆转命运的一个地方。但是如果你运用不好股市，那么你的人生可能不会走得非常的漂亮。如果你会用，那么我们就好好的拭目以待，让你达到财富自由。好好的耐心，因为现在是测试底部的确认阶段，并不是追涨的阶段。耐心的等待，有效站稳，才是3月份最重要的一个信号。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呢继续的帮我订阅点赞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